有人想去帮忙，却发现方才那伙亡命之徒落荒而逃的掉头回来，手上的刀棍还在，吓得想帮也不敢帮，又都缩回屋里，顺道关紧了门。魏无羡现在悔死了，他打得过瘾了，肚子的小家伙不干了呀！这一闹几乎抽走了他全部力气，加之看见金铃脱弦，他原先绷着的一根弦突然就断了，这下他的身体开始惩罚他，提醒他，你还是个病人。然而已经晚了。那个带头的人很有几分眼力见，大概看出这人身份特殊，虽然还提防着他猝不及防的反抗，还是拿着棍子，见他确实打不动了，就大着胆子拿手中的棍子往他脖颈处重重敲下。方才还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人就这样软绵绵倒了下来，意识全无。那几个没受伤的壮汉七手八脚的把晕过去的人拖回车里开溜。金陵一安全就拉着警察疯狂喊，我舅舅，我舅舅还在那里，你们快去帮他，甚至还想冲回去，被众人拦住了。等警察反应过来驱车去追时，那辆面包车已经驶离500米远。现场留下的除了一滩滩血迹，还有一个屏幕碎得4分5裂的手机。取证的警察把它拿起，手机上还坚挺地运行它通话的功能。来电、蓝站、机场，一个形容憔悴的年轻人疾步穿梭在人流中。他手中执着手机，眉头微皱，神色焦急，但是电话那头的人却始终没有接起过。最后只剩下一声您拨打的号码暂时无人接听。1次、2次、3次，蓝忘机换了个号码，打了家中卧室的座机。魏无羡的手机没人接，蓝忘机知道他为了宝宝，在家里时已经不常把手机带在身边，那么他打过去的3个电话很可能因为手机放得偏僻，以至于魏婴没有听到响铃，或者手机被调成了静音。现在已经是下午，今天天气不好，黑压压的，眼看就要下雨，又阴又冷。魏婴畏寒，此刻一定赖在床上，躲在被窝里不愿出来。或许是午觉睡过了头，只要床头的电话响几声，就会有人接起，电话那头就会传来蓝忘机最熟悉的声音，带着刚睡醒的慵懒与沙哑，唤一声二哥哥。可是没有，蓝忘机只等到了冰冷生硬的电子提示音，无人接听。魏婴不在家里，心中越发忐忑。3年前萦绕在心头的恐惧，在他收到那封匿名电子邮件时，复又从角落里如同恶鬼的爪牙般一点一点伸出蔓延，捏碎了蓝忘机3年来苦苦支撑的理智。魏婴骗了他，从3年前醒来的那一刻起，就开始骗他。骗他说温巢在他身体里注射的毒有药可解，骗他说会好好活下去，就连未来都只是一个编织的完美无缺的谎言。他不知道该生气还是难过，但以往一贯的冷静此刻已荡然无存，只想尽快找到人问清楚。手机突然响了起来，来电显示是江燕离，不知为何蓝湛看到这个名字就是松了一口气，他想魏婴大概是被他姐姐又接回云梦照顾了。聂家的事情太过突然，兄长突然失去了一个手足挚友，情绪不稳，他连夜飞去清河，一方面是为了安抚长兄，一方面聂家主的死似乎另有蹊跷。聂氏继承人只有一个一问三不知的聂怀桑，董事会内部根本不认可他。不管是出于昔日同窗之意，还是看在兄长的情分，蓝忘机都没理由不出手相帮。如此一大堆事务砸下来，便在清河耽搁了2天。这之间根本无暇分心到其他事情上，每日也只有在晚上才能打个电话给魏无羡，问他胃口如何，吃了什么，问他有没有乱跑，问他身体有没有不舒服，宝宝有没有闹。此刻后知后觉，他怎么能让魏婴一个人在家里待着？他现在的身体状况，身边怎么能没人看着？是他的错，焦头烂额之际就失了考量。江家的姐姐一定是知道了情况，才把魏婴接回了江家，方便照顾。这通电话一定是江家阿姐来与他报平安的，告诉他魏婴在云梦等他来接。可惜不是。蓝忘机接起电话，努力让自己的声音正常，但他尚未开口，江燕离在电话那端几近崩溃地和他说，阿羡出事了。只一句话就把蓝忘机重新推入了深渊。魏无羡最后的意识停留在后颈的一阵剧痛，他痛得晕过去，又痛得醒过来，不是完全的清醒，眼睛也只撑开了一条细缝，
仅仅能捕捉到室内的光线和几个模糊的人影。他听到那几个黑色人影在争执，操他妈的，让你们抓个小孩都抓不到，一群废物。那个小孩跑得太快了，等我们追到，警察已经对我们举起枪了。这怎么抓？拿钱办事，弟兄们干了这票也就分到5万块，为5万块进局子挨枪子。呵，不划算。老大，我们也不是没有收获呀，你看这不是还抓了一个人回来吗？没用，直接杀了，妈的，就是他坏了老子的事。脚步声往他这边靠近，魏无羡感觉到一片阴影压在自己身前，继而身体被强制拉起，紧接着下巴被人狠狠捏住，一只粗糙的手在他脸上拍了拍，这张脸倒是白净得很。是啊，我看他有点像电视上的哪个明星呢？让老板看看，要是没用，那个阴影靠近了他的身体，劣质的烟味冲入鼻腔。他想反抗，却连皱眉都无法做到。他听到一旁几人哄笑道：“没用，就拿给弟兄们爽一爽，哈哈哈！操他妈的，你这么一提，老子现在就忍不住了。干！白给的便宜不占白不占。”有更多人向他走来，恶意明显。魏无羡能感知到危险，或者准确地说，是肚子里的孩子感知到了危险，此刻发疯一样在肚子里狠踹。但是他退无可退，如果说意识恢复了7分，那么他这具残破的身体连3分都没有，真正动弹不得，任人鱼肉。这样不好吧？有一个怯懦的声音响起，虽小，因为意见相左，被这群人听得清楚。他肚子里应该还有孩子，而且流了那么多血，你们这样会出人命的。有人啐他，死小孩，滚一边去。万一这也是个惹不起的大人物呢？小孩的声音又响起，要是死了，谁敢担？一时安静。妈的，管他呢，勾了老子的火不给灭。操！有人伸手开始扒他的衣服，黑色的风衣外套被暴力扯下，里面浅色毛衣上的血迹面积就更为醒目骇人。别动了，别动了！被呼成老大的人止住了那双毒手，流了这么多血，大人没关系，小孩子的命会损阴德的。别动，他了，等老板过来看了再说。谁都不许再碰他了。此话一出，那群围着他的阴影又踌躇片刻，才骂骂咧咧地离他远去。原本掐着他下巴的手猛地一甩，魏无羡重新跌入冰冷的地板，意识重新堕入无尽黑暗。蓝先生，这是调过来的监控录像，他录制下了整个事发经过。协助调查的警察将视频监控的录像放在了电脑上。蓝忘机通过这样的方式看到了今天下午魏婴经历的事情。那条小吃街靠近学校，是重点监控对象，因此记录得十分完善。他用4指抵着手心，握成拳头的右手因为太过用力而微微发抖。在看到魏婴被人打晕拖回车里时，蹦出青筋的手忽然松了开来，手心里滴出血来。线索，他克制着自己不要发疯，